这裤子是怎样？嗨，大家 ，Hello！ 我决定呢，今天就在这个一个很乱的房间来录个影片，因为我很久没录，然后我其实很多想要分享，可是因为我每一次都觉得，哦，我今天长得很不好看啊，或是哦，我今天没有打扮，或者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，或是今天灯光不好啊，或是今天怎么样，然后我就不录了。但呢，今天我看一下，哎呀，这样子。但我今天就约进来喝个茶。我忘记我跟你们一直以来都是朋友般的分享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们就来一个最真诚的聊天吧。有一阵子没有更新 YouTube 影片，因为我最近在进修嘛，我在学一个叫做Rapid Transformational Therapy RTT。那他这个创办人是 Marisa Peer， 我一直以来他的冥想疗愈了我很多，他一直以来的理念跟的教学的how you say center the 他一直都是要你跟自己说 I'm enough， 我是足够的，我是被爱的，我是有价值。当你有办法把这东西变成你思维的一部分的时候，然后相信它的时候，很多的伤痕它是可以被疗愈的。那好，有点乱。等一下，这裤子看得有点。So yeah， 我竟然坐在这一坨衣服，因为我想要整理衣服，然后想要回收一些衣服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 minimalist， 我几个喜欢的衣服会留着，不喜欢我就会回收掉，然后我真的不多，所以我现在想要做这件事情，可是我就一直放在这边，一直没做。所以跳掉了。所以我最近在进修，所以比较没有那个心思去拍 vlog 或是剪片吧，主要是剪片，因为短片对我来说很容易就可以跟你分享一些近况，很快。但如果长片就对我来说比较难一点，因为要剪，所以我今天这一集我也没有想要剪。但我今天想要跟你们聊聊关于我为什么不爱自己这件事情。因为一直以来，从5-6年前开始，当我开始在觉醒，在做疗愈，开始在与自己更多的对话，开始意识到自己脑中的声音，开始更有意识的再去生活，然后听见我这些负面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开始意识到说，哇，原来我这么不爱自己，原来我觉得自己这么的没价值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会跟我说，哦，可是你很漂亮啊，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啊，你的家庭怎么样啊，都很好啊，怎么会不爱自己？怎么会觉得自己不够好？这一切的一切，外在的一切跟我爱不爱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现在我在进修，然后我们很多的案例都是明星，都是成功的有钱人、百万富翁，他们一样不爱自己。不是因为你有钱了，你长得漂亮，你身材好，你就爱自己。并不是很多看起来很完美的人，他们并不爱自己，也并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。那我们其实在旁边看，就会觉得说那安呢？但真的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也是。那我最近因为在进修，然后同时也在进修过程中也在疗愈自己嘛，所以我一直很想要知道我为什么不爱自己。我现在很爱自己了啦，我现在的我。当然爱自己的东西很抽象，但是现在的我是我知道我的价值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知道我可以发声，我知道我可以为自己站出来，我知道我可以勇敢说不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爱自己的一部分。我有自信，觉得说我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我可以带给大家一些能量。我有自信说我这个人的存在是有意义、是有价值的。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爱自己的一部分。爱自己的东西很抽象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尊重自己吧，知道自己的价值，然后知道自己是谁，喜欢自己，这就是爱自己吧。所以我在做疗程跟那个过程中，我们就有因为我们在做的是进到一个
意识睡眠，然后你的潜意识工作的一个状态，有点像冥想。然后进到这个状态里面呢，我们就会去问你的潜意识说：好，这个问题，你现在这个状况，现在这社会，现在人生的这个问题来自于哪里？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有它的根本。我们每个人出生，婴儿时期，你有看过没有自信的婴儿吗？没有，所有的婴儿都是有自信的，都是觉得自己是最重要、最漂亮、最可爱、最厉害。你有看过没？没有人看过没有自信的婴儿。婴儿站起来，他不需要别人跟他说你很棒，他自己会说：“哦，妈妈，你看我站起来，我很棒。”所以所有的没有自信，都是我们后期被社会、被家人、被朋友、被 whatever 摧残后经历的，后来留下的一些伤痕 ，you know？So， 对，等一下。什么奇怪的影片？但我就觉得，对我就现在就是想要录这个影片。然后好，讲到哪里？所以对我来说，我想要去知道我为什么不爱自己。那我们就进到一个潜意识。那潜意识它就给了我几个场景，它会把你带到一些你人生中一些画面、一些地方。然后我知道我不爱自己不来自我的家庭，因为我的家庭呢，我爸妈。当然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爸妈也会吵架，我跟我弟他们也会打架，就是没有什么是完美。但是在我们家里面是一个，我知道我是安全的，我知道我可以说实话，我知道我可以犯错，我知道我不管怎样我都是被爱的。所以我的家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爱我，我也知道我是被爱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不爱自己不来自我的家庭，但我很想知道到底来自哪里。很奇妙的事情是，当我的潜意识回到画面，竟然回到我。大概11、12岁吧，在舞蹈社，练舞，然后那个画面就是我站在舞蹈教室外面，然后看我的同学他在排练，他排练那支舞是我本来要去比舞蹈比赛的舞蹈，那这个舞蹈呢？后来我被取消参赛资格，因为我不是台湾身份证，我没有户口名簿。那前一年我还参加了团体比赛，那今年当我要参加个人舞比赛，就是对小时候的我参加一个个人舞比赛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。我爸妈还特别要花钱请编舞老师，我还要特别排练，还要做服装，就是这对那小时候的我是一个 big deal。那当时，那个画面就是，我就站在那个外面，然后看着我的同学，因为我不能比赛，我被取消参赛资格，所以我的同学他就接下了这个舞蹈，然后他去参赛。当下以前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创伤，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站在那个窗户外面，然后看着我，当然我很难过啊。我觉得为什么是我不够好吗？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参赛，或是我不属于这里吗？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个 situation， 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无能为力，我只能接受我没有办法参赛这件事情。那我那时候小孩子我其实很受伤，我自己不知道。那我在进到这个潜意识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突然理解了，原来我从那么小的年纪开始，因为环境，我不是要怪台湾。也不是要怪什么，但是我的不够爱自己是来自于文化跟我生存的环境，就是社会。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当然后期一直以来的教育都嘛是你不够好啊，你没有考90，你怎么只有考80啊？那我后来又读舞蹈系，我现在不是在讲说要怪这些事情，我只是在探讨说我不爱自己到底来自哪里。所以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已经开始我这个小小的 Christina 意识到说，我应该就是我不够好吧，所以我才不能比赛吧。我可能我真的对啊没有资格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想要证明自己。然后后来我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思维，然后后来更多的事情发生，去加强了这个信念。然后长大后又舞蹈系又是一个你知道完美主义，你一定要跳舞要怎么样，要够瘦，要怎样，又是不够好。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，造就了我。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，
我非常讨厌自己，我可以用讨厌来跟你们说，我当时觉得自己毫无价值，所以大学时期的我蛮黑暗的吧，again 不是怪周遭人，所有都是我自己信念创造，一些事情发生，我自己有了一些信念的成型，造就了我当时变成那样。那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去探讨说，原来我不爱自己是来自这里。那当我回去看说，原来是这个东西，我可以回去给我这个小朋友的我说，嘿，当时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不够好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你，你不需要证明自己，你已经够棒了。但当时小朋友的我就是不觉得。然后一直以来这样子的方式长大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话有没有道理。我看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录到。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因为重复性而创造的。当你一直重复跟自己，或是重复的被听见一些想法、一些观念，你就会相信，你的重复性思维就会变成一个信念。那到了后来大学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没有价值啊，我就是胖啊，我就是丑啊，我就是没有自制力，我才会一直吃啊。但其实我那时候有暴饮暴食，那我那时候暴饮暴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爱自己，所以我要从食物那边得到爱吗？所以所有的行为都有它根本的原因。那我现在学的东西就是在探讨这个东西。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要说台湾的文化怎么样，或者台湾不好，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，台湾真的是一个让你比较不容易肯定自己的一个文化环境吧，但是不是因为怎么样，那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些想法，你应该怎么样你才会被爱，你应该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框架。那在这种地方成长其实蛮辛苦的，如果你不够强大的意识。那也有很多人的创伤是来自原生家庭嘛，那一样，这些创伤来自原生家庭，其实它是可以被疗愈的，因为你只要回去看看你自己小时候的你，其实你无能为力。你的爸妈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妈，那他们这样对待你，不是因为你不是被爱的，是因为他们不爱自己，他们不知道怎么爱你，他们讨厌自己，那他们当然就对待你就是这样，不是你的错。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就是原生家庭，我们很多的创伤都如果来自原生家庭，就是因为在很小时候你就被爸妈这样子摧残，你就觉得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，没有人爱我，然后你就把这个信念带到大 ，you know， 那这就会造成现在的长大后的一些伤痕。很多人可能不觉得这是一个伤痕，可是其实如果你现在不快乐，你有一些不管是身体上的限制，或是心理上的一些焦虑压力，或是不管什么现在什么状况干扰到你的生活，其实它都可以回归到它从哪里起源，它的起源是为什么。其实你的大脑你的意识非常的聪明，它做任何的行为都是想要保护你。那这讲起来有点复杂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这里，但这是我最近在学的东西，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。你出生，你婴儿时期，你就是一个有价值、被爱的存在，没有一个宝宝是没有自信的。那后期的一些伤痕不代表你，那唯一真的可以疗愈你的，让你可以踏踏实实在自己的能量圈里面好好的生活，这件事情非常美好。它是一个你需要去找到为什么我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信念，这个信念是真的吗？那如果不是，我们其实可以改变这个信念。所以我觉得很有趣。原来我不爱自己这件事情，我自卑了这么多年。从我后来是到了卡达，我真的是离开台湾去了卡达，我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圈，然后完全
没有人管你，你知道，大家就是自己过自己的，没有人会来说哦，你应该怎么样，你怎么没有这个，你没有，你就是我就是去到了一个环境是每个人都过自己的生活，没有人会来跟你讲什么。然后就看到胖胖的女生、瘦瘦的女生，各式各样，因为是国际的嘛，然后就看到各式各样的女生，哇哦，原来大家都不一样，大家都有她，然后大家都很有自信啊，大家都有她自己的美，我才开始接受自己，就是说，然后现在我胖胖的、白白的，一样很美啊。然后当我开始接受了自己，那就是疗愈的开始，那就是一个我自己觉醒跟疗愈的开始嘛。当然，我那时候就每天就会听那个冥想，就是那个冥想就是一直在催眠我说。你很棒，你很棒，你很棒。我才开始经历了好几年之后，我才开始我的脑中的声音它改变了，因为你重复性的跟自己说好话，你的脑就会习惯，它就会相信。所以一开始蛮不舒服的。可是首先我换了一个环境，然后那个环境是你要先接受自己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胖，我就是现在就是这样，不代表我一辈子都是这样。那可是这样的我也很好啊，这样的我也没有不好啊。然后你看胖胖的也觉得那个女生也觉得她很美，瘦瘦的也觉得她很美，每个人都爱自己，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嘛。然后我真的是从那时候开始进到这个疗愈，然后做这个冥想，它不是一天就可以改变的。然后我慢慢的潜意识我发现有一些变化，因为我开始察觉到自己声音。然后有一天我照镜子，那时候已经后来我变瘦也是自然变瘦，我没有减肥。我几年来一直觉得要减肥，减不下来，因为我在跟他对抗。我到后来我后来接受自己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胖胖的，然后就是这样，没关系。当我接受了，我没有在反抗这件事情了，我的身体自己莫名其妙一直变瘦，就是变到一个我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样子，因为我的意识，我的脑好像意识到说，哦，安全了，好，那我不用保护它了，可以了，不用再用吃，不用再用肥肉来保护它了。你的意识一直都想要保护你。那你要看你要给他什么样的指示 指令。So yeah， 经历了好几年的冥想跟自我，算是你要讲自我催眠吗？对，负面的话语也是自我催眠，正面的话语也是自我催眠，选一个。到现在我可以听见，还是会有负面的声音，但我可以听见那个声音，然后跟他说：“哦，好哦，你这是旧的垃圾，我们要听你讲这个 ，you know。”然后你就可以改变，然后跟自己很正常的对话，然后也不会让自己一直有这些很讨厌自己的声音。Yeah， 这个影片的主题是什么 ？I don't really know。但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。我在台湾长大，所以我跟你们一样。然后我也是来到国外才发现，原来我的意识这么的负面。我在跟我的欧洲的朋友聊天，他们都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啊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像我那时候拿到10万订阅的那个 YouTube 的牌子的时候，我就跟我朋友说：“你看我拿到这个了 ，but it's nothing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会自己贬低自己？”就是我就突然就跟他说：“哦，我拿到这个牌子，但没什么啦，没什么大不了。”有啊，很大不了就是。我的思维非常非常的，我不想说台湾，但是非常的台湾，所以我一个台湾思维的蜕变跟你们分享，思维是可以改变的，你可以选择改变你的思维。你没有一个爱你的童年，你可以改变你告诉自己的故事。当你改变一个告诉自己的故事的时候，然后重复性的跟你的思维去给他一些新的设定，相信我，你的世界会很不一样。因为我觉得一个限制性思维跟负面思维是一个很累，因为我经历过，然后你会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很黑暗，大家看我的身边的人，我那时候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很黑暗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身边大家都讨厌我，但其实没有人 care about you， you know， 旁边人他们有自己问题，但是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都针对我，大家都讨厌我，因为我很胖，so yeah， 我应该还有一些重点想讲，但是今天先这样，我找到了我为什么不爱自己，
然后那些不爱自己的原因其实不成立。那当然，我的深层的设定还是很深，所以我还是每一天都在做冥想跟疗愈的功课，因为那是你与自己的对话，是一辈子的，一辈子的。但当你可以看到这些、听到这些声音，然后去意识到说，我没有要听这个啊，我不用这个，这是老的软体。你知道在电脑灌新的时候，你这老的软体就是删掉，灌新的，灌你想听的，然后更新你的软体。所以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因为我觉得这太重要，然后我觉得帮助我很多，然后现在也是我现在学的东西，也是我相信我未来，我相信可以帮助到很多人解开很多的结。我觉得这东西很魔幻，也很魔法。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分享。听我在那边北空。然后在那边乱折衣服，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到底要怎么整理。But yeah, till next time.